猴子能聪明到什么地步？有人曾经把巴拿马猴子吃果子的过程给录下。只见它们面对有硬壳的食物，会搜寻身边的石头，并狠狠砸向该果子，直到这个果子被砸开，这才开始美美享用起来。这一套动作下来，一气呵成，许多网友看傻了。这不就是人猿星球的前兆吗？人猿星球会成真吗？猴子会取代人类成为第二个地球霸主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种会开果子的猴子叫白面卷尾猴，主要分布于中美洲的新热带地区。它们喜欢在高达2100米的繁茂密集森林里栖息。要说这些猴子和别的猴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直接从它们的脸部看出来，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除了脸部，上胸部和部分前臂是白色的。巴拿马的卷尾猴很喜欢吃一种带有硬壳的坚果，而且动作很娴熟。之后，研究人员还深入观察了它们好几天，发现这种行为不是个别猴子才会有的特色，而是整个群体的猴子都会这么做。这说明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门技能了。除了懂得利用借外物去开果子以外，这些猴子群体之间也有不少像人类一样的行为。比如，有时候白面卷尾猴会挑选一些植物并摘下来涂抹在自己身上，似乎是在给自己上药。小猴子们经常通过互相传递木棍和石头来玩游戏，就像人类小孩的换卡游戏或者接力赛一样。这群猴子所使用的石器只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石头，并没有经过加工制作的痕迹，更没有发现它们制作石器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些猴子可能并不会制作石器，无法与石器时代的人类相比。然而，仅凭我们人类强大的繁殖能力以及在生存能力方面有所优势，是不足以成为地球霸主的。其他动物能进化出人类的智慧，取代人类吗？之前，巴西神经科学家苏珊娜曾将人脑溶解在只留下细胞核的液体中，首次计算出人类拥有的神经元数量大约860亿个。相较于其他的猴子，如小绒猴有6亿个神经元，猕猴有63亿个神经元，人类明显要比它们聪明不少。除了智商优势以外，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人类可能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将可能威胁到它们存在的其他人种灭掉了。在最近数十年里，专家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替代理论。人类的祖先用最残暴的方式灭掉了其他可能会带来潜在威胁的人种。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残忍，但可能最接近事实。再加上人类随后慢慢进化而来的身体构造，虽然双足直立行走可能在别的动物的眼中看起来很怪，但这种行为却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从而能够创造使用工具。也许正是这样的变化，成为了后来人类大脑进化的驱动力之一。正是这些变化使得人类更加聪明，让他们的合作能力和战斗力大增。慢慢的，人类内部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来与对方交流，增加自己生存的概率。除了狩猎以外，也开始去尝试农耕作物，这也是那些动物无法做到的。最后，人类这个群体不断壮大，最终在地球上脱颖而出，并散开分布于全世界。关于猴子是否会取代人类，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毕竟人类在早期的石器时代就能通过自己双手亲自去加工制作，这也是人类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这也是那些猴子无法达到的一个高度。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说法，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在自然界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讲，就算猴子在进化，人类也同样在进化中。猴子变聪明，我们人类也会比他们更聪明。另外，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意思是在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物也要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动物身上。巴拿马的猴子能够做出这种行为，更多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可见智商只是这些众多重要的因素中的一个罢了。一些生物学家发现，现代人类的基因组成和那些灵长类动物非常接近。人类有23对染色体，灵长类动物有24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被进化后的灵长类取代的风险呢？但即使是这样，
也无法让灵长类动物取代人类。虽然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祖先会是同一个分支，但由于3万年前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一部分生物为了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而变成了现在的人类。而如今猴子要变成像人类一样的第二种生物就很难了。毕竟如今我们的环境已经很难再发生那样巨大的改变，即使人为改变环境，也很难让他们做出自身的改变。再说，我们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据说在巴拿马那边，科研团队已经在猴群生活的岛上设置了观察站，对那些猴群进行了24小时的密切观察，为的就是时时刻刻观察它们的行动，以灵活做出相应策略。至于一些人说的能否通过人为改变猿猴的基因染色体，将它们改造成新型的人类，这个猜想也不可能会成功。如果真的成功了，概率也会是非常低。毕竟，如果概率高，那这个世界岂不是要乱套了？这是因为自然选择的改变和人为干预的改变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改变不是人能够简简单单就能控制的。不过，如果地球生态系统再次出现重新洗牌，再一次发生像大爆炸的情况，那我们人类还是有可能会被其他动物取代的。但不管怎么样，人类如今的大脑已经进化成可以处理极为复杂的任务，也达到了一个更加高层次的思维世界，使得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区别更加的明显。人从此有了自我意识，而这也正是人类的特殊之处。所以担心地球上某个灵长类动物忽然取代人类的情况，无非是空穴来风。在人类的监督下，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会发生。与其担心人类是否会被地球上某种动物取代，还不如担心在未来的智能时代，人类是否会被 AI 取代这个情况。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